欢迎回来。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开启香港由治到兴的新局面。最新民调显示，有80%香港市民支持爱国者治港，但一些西方势力再次以教师爷自居，指手画脚，对乱港分子发出错误信号，中方予以严厉驳斥。同时，全国人大和香港特区政府正加速推进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工作。日前，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布发表声明，妄称中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旨在干扰和压制批评声音，进一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同时，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就此无端表达关切，妄称中国全国人大决定侵蚀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成分，破坏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香港高度自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周日发表谈话，强烈反对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在香港局势由乱转治、日渐向好的今天，少数西方国家仍然打着自由民主幌子，极力干扰香港事务，其政治图谋世人皆知。中央政府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周日在答记者时指出，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如何设计、怎么完善，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发言人强调，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将更好推动香港民主制度健康发展，更好保障香港民众权利和自由，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所谓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纯属伪命题。中国政府管制香港的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非中英联合声明。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对香港民众的责任。新华社周六发述评指出，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西方教师爷们之所以竭力阻挠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就是想继续利用香港现有制度漏洞，扶植更多反华势力代理人混入特区治理架构，最终将香港变为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基地，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周六刊发国际锐评指出，G7国家所谓外长声明不过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惯性表态而已，掀不起风浪。但凡对香港历史与现实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这些指责是信口雌黄，恰恰是那些钻香港选举制度漏洞的反中乱港分子及其背后反华势力，才是破坏香港民主和社会发展的祸根。事实上，如果没有反中乱港分子阻挠破坏，按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通过的831决定，香港原本可以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在2020年实现立法会普选，现在没有如期实现，谁该负责？人们心知肚明。美国就是利用其他国家对香港事务的关注，来形成它的这个所谓的对华不友善也好、制裁的这样一种联盟。那么借助对香港的这个事务反反复复的关注，我觉得他是想搞成一种对华干涉的机制和制度，这个才是最让我们要引起注意的这一点。中央出手整治香港乱象受到香港市民的高度欢迎。紫金研究院近日的民调显示，80%以上的香港市民认同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近70%市民支持中央依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另一份由香港团体民众联席和爱国护港101于上周2至周6之间进行的民调显示，80%受访者认可香港国安法令香港法治更完善，同时有50%人认为香港仍存在国安漏洞，40%人认为区议会的情况最为严重，80%人支持中央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未来的选举制度会令香港的营商环境更加稳定，香港市民也会有更多机会参政议政，完善选举制度不会损害香港的权利和自由，而时间将会证明一切。Madam Chief Executive, will people be scared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Will there still be different degrees of, views that are expressed in Hong Kong publicly? Will there be real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important policies regarding Hong Kong? Well, we have heard the same fears
and anxieties about 9 months ago w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made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nd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But now 9 months have passed. The law has been fully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and then the so-called fears and noises about the worries that there will be no freedom of speech have disappeared.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come to Hong Kong, Tianwei, if you just read any newspapers, they are still expressing their views very freely. I'm still being attacked day in and day out in the Hong Kong newspapers. So that is a very good proof of that freedoms and rights are still alive. Very much alive in Hong Kong.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周日发表网络日志，感谢中央政府再次主动以国家层面为香港解困，决定为香港展开了新局面，掀开了历史新篇章，意义重大。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全面开展宣传解说工作，让广大市民、本地及外国媒体、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决定。特区政府会力争早日完成本地立法，并确保未来12个月的各场重要选举有序顺利举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当天也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快会开会，讨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方案，希望5月可以完成香港本地法例修訂工作。應該係3月，我哋要做呢個行政長官嘅選舉嘅，因為7休就出台啦嘛，新一屆政府。咁如果3月要選嘅，咁我哋首先要解決個選舉委員會嘅啦，因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個行政長官啊嘛。咁所以呢，我哋就一路倒數翻啲時間呢。我諗我哋嗰啲本地法例修訂呢，可能就係希望要5月到啦，就要完成啦，都要等人大常委會啦，我哋開會嘅時候咧，咁去討論去研究，即係究竟應該點樣寫得具體一啲。如果唔比較係原則性呢，到時呢喺本地立法嘅時候呢，就會困難啲，就佢要花啲時間咯。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彬，陳先生您好。七大工業國無端指責中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侵蝕民主，美西方鼓噪不斷，您對此如何看？梅西你好，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和駐英大使館呢，已經對此作出回應，認為呢七國集團的某些政客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無理的抹黑攻擊中方，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不過呢，透過外交上的衝槍射箭，我們需要呢走進現實，走進香港，與其他的國家發生的同類事件進行比較以後，也許呢就會更清楚的了解中國的良苦用心，知道中國呢是如何在香港推動民主進步，如何為香港民眾的福祉而着想。如果追溯到源頭啊，香港發生的佔中暴力行動，那麼到修例風波中的街頭黑暴，那麼再到非法的35家初選，都有西方的影子。而且呢，香港的暴力活動不是反對資本家或者是反對種族歧視，而是明顯的走向政變的歧路。外交部駐港公署說呀，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可以說呢是點到了穴位，指出了關鍵。2014年香港的佔中行動是西方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變種，先是鸚鵡學舌的反對資本家和貧富差距，那麼很快呢就在港內外政治勢力的攪和下，變成了影響經濟民生的暴力活動，變成了用佔領要道來癱瘓香港政經中心的顛覆活動。2019年的修例風波很快呢從和平示威演變成為街頭黑暴，港內外的反中亂港分子和反華組織呢借機興風作浪，提出所謂的違法達義的口號，把大批的青年呢裹挾進去，出現了香港理工大呀校園的火光衝天，警方呢查出了大批的殺傷性武器。本土恐怖主義的現象呢更令人恐懼，那麼給不同政見者上私刑、點天燈、砸磚頭、拿長刀行刺，凡此種種呢對社會、對法治、對民主、對自由的破壞程度，都要大於2020年美國發生的種族暴力事件。香港亂港分子佔領立法會的行動呢，也和美國的國會山暴亂如同同出一轍，本質上呢它是破壞民主法治和人權的。我想呢，把這些事情呢放到同一個天平上來稱量，估計沒有人說呢
这种暴行是民主行为，是在呼唤自由。美国的暴力活动呢，已被依法的制止，该抓捕的抓捕，该判刑的被判刑，该上弹劾的呢，被送上了这个被告席。那么香港的暴力活动呢，被依法制止以后，现在呢正在依法审理。但是呢，有所不同的是，香港出现的选举制度漏洞是昭然可见。那么一些乱港分子利用选举漏洞来夺取管制权，他的目的呢是要搞乱香港、拦朝香港，危害国家的安全。因此呀，这个中国呢，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来补上漏洞，以便呢维持一国两制原则，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宪政秩序。那么推动民主呢，有4个基本的条件：一呢是国家要安全；2是社会法治化；3呢是人们相互尊重和包容；4呢是选举制度符合自身治理的需要。那么从现代民主理论的视角看呢，这修改完善选举制度，恰恰呢它是为了推进民主、呵护法治、保障港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想呢，没有一个香港人再愿意回到近几年的乱局之中。而完善选举制度呢，恰恰就是堵上了再次发生暴乱的后门。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对于下周即将在美国阿拉斯加登场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国际社会予以高度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就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美必须找到共存的方式，否则整个世界都将陷入艰难境地。舆论指出，李显龙的表态代表了亚洲众多国家的共同心声，而同时呢，亚太地区也在下周迎来线下外交的高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将在周一联袂抵日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外访，同样引起媒体的追踪。I hope the time does not come. I mean, it i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because we have very intense and extensive ties with both the U.S. and with China, economic as well as in other areas, and so too do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就全球经济、中美关系、新加坡外交政策等议题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谈到中美关系时，李显龙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相当大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但如果双方谨慎行事，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We are all hoping and encouraging the two large powers to think very carefully before embarking on deciding that the other one is an adversary and one which has to be kept down, if not put down. 李显龙还表示，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活力和潜力，而另一方面，美国目前正面对严重的政治分裂等问题。他希望美国在拜登总统的带领下，继续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避免选边站是李显龙的一贯立场。他去年曾投书美国权威杂志《外交事务》，强调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影响由来已久。从东南亚视角出发，李显龙认为，中美竞争最好局限在多边框架内，有效管控分歧，不要僵化到其他国家非得选边站的地步。事实上，就在今年1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新年记者会上也强调，韩国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 한중 관계도 매우 중요합니다. 우리나라로서는 최대의 교역 국가이고 또 한반도 평화 정진을 위해서 협력해 나가야 될 그런 관계입니다. 值得注意的是，下周美国高层官员将展开一连串的亚洲外交接触之旅。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等将先后访问日韩两国，这也是两人就职后的首次外访。根据日程安排，两人将于周一抵达日本，逗留至周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除了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会谈外，两国外长、防长预计将于周二召开2+2会议。 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认为，拜登政府提出了将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的方针，因此与日本展开合作对美国而言是重中之重。日本不仅拥有美军在印太地区最大驻军基地，而且也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按照美国政府高官的说法，让全世界看到美日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会谈将会稳定美国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心态。但共同社早前的分析则表示，日本政府将通过与两人的磋商， 力争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华政策。
警惕中国动向的日本政府期待与展示对华强硬姿态的拜登政府推进合作，但也可以看出存在过分亦步亦趋或引起中国不满的担忧。日本似乎将一边意识中方视线，一边开展日美磋商。美日在对华问题上确实既有这个共识，也有分歧，即便是这个旁观者都很清楚，那么双方之间和中国密切的这个经济关系以及一些分歧，这是不同程度的。所以说有共识也有温差，那么步调不一致，将来应该说也会不断的出现。不过美日之间急需解决的难题也不少。目前日本正在加大对军事投入，但在 F-15战机的升级事宜上，近期却卡在了资金问题上。作为初期费用，日本政府从2019年度起的2年间已编列802亿日元的经费。然而去年美方出示了大大超过预料的约2400亿日元的初期费用，日方对此表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日本防卫省官员透露，在美日2+2会议上，日方将要求美方减少 F-15战机改装项目的费用。2+2这个会议机制应该说是美日同盟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沟通协调机制，主要是在政治安全外交上加强这个美日之间的协调。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也很重视这种联盟关系，那么此次这个美日率先进行这样一个2+会谈，应该说是对双方之间如何去巩固联盟关系的一系列事情，比如说海洋安全，比如说这个印太战略，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等等，应该说都会有一些这个沟通。在结束日本的访问之后，布林肯与奥斯汀的亚洲第2站将是韩国，预计双方将就朝核、美日韩同盟、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主要问题进行密切磋商。外界注意到，近日拜登政府称对朝政策评估工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因此美方此次将就朝鲜问题阐明何种立场备受关注。美朝之间已经1年多没有进行积极对话了。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日前透露，拜登政府自2月中开始试图秘密接触朝鲜政府，但至今未获回应。该官员周六告诉路透社，白宫试图通过数个外交途径接触平壤，包括朝鲜联合国使团，但均未获回应。美朝之间的沟通在去年以来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方面认为美国在契合问题上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美国政府应该是有序的先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之后等时机条件成熟再签订所谓的停战协议或者所谓的和平协议。那么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美朝以美韩在对朝问题上那个步调并不一致。此外，驻韩美军的军费分摊问题也是两国绕不开的话题。韩国外交部7号宣布，第9轮驻韩美军费用分摊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美韩将在各自国内报告程序结束后公布相关内容并草签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个消息源报道，美韩可能就上调13%的分摊方案达成多年期协议，协议还可能包括韩方增加国防预算并采购特定军火等内容。韩国大幅提升美国驻军分摊费用，被外界认为是向美国服软。韩国之所以付出高昂的费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并没有减轻，而且这次的这样一个防务协定相对而有这样一个军费的增加的幅度和此前的特朗普政府的狮子大开口相比，应该说韩国他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韩国为自己的安全在买单。此外，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结束日韩行程后还会单独访问印度。军事安全合作一直是美印关系的重点，也是两国高层分歧最小、投入最大的领域。去年美印2+2会谈完成两国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签署后，两军已正式开始启动地理情报信息共享。不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分析认为，由于拜登当局一直都没有明确自己的印太战略，所以印度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4国联盟。奥斯汀这次访问印度就是为了亲自游说莫迪，让其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添砖加瓦。俄罗斯专家认为，印度不轻易做出选择才是最明智的决定，一旦他们偏向一方，其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据法新社周日报道，就在临行前，奥斯汀又在对华撂狠话称，此次亚洲行的目标就是确保有能力对中国或任何试图与美国较量的国家构成可靠的威慑。美国除对香港问题说3道4之外，又把华为等5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国家威胁黑名单。那您是如何来看中美关系走势？对于下周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战略对话又如何前瞻呢？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呢，中美之间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有对抗的部分，也有合作的部分，还有呢模棱两可的这个掰弯。总之呢是在两国呀，还是在试探，在打量对方。
不过呢，一个好的迹象是，中美外交高官呢即将在阿拉斯加见面，能够面对面的交流，这比隔空互怼呢就要好一些。对于美国来说呢，成本最低又能占到便宜的，莫不过呢就是政治干预，就像干预香港事务一样。这国务卿布林肯说几句话呢，能让一些中外的反中乱港分子呢喋喋不休，还能给中国呢施加一些政治压力。而最难判定的就是技术和经贸，因为呢涉及到两个国家的企业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这个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这个政策呢，就伤到了美国的企业，伤到了美国的就业率，那么引发了部分美国人的不满。拜登政府呢，把华为等5家中国企业列入通信黑名单，但是呢，美国的一家法院有裁决呀，这个暂停小米的投资禁令，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体现。但总体而言呢，拜登将继续的坚持对华技术出口实现。那么在地缘政治上呢，要继续的推行印太战略。不过呢，拜登政府正在遭遇硬核式的挑战。一呢是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至今呢没有明显的好转；二是1.9万亿这个经济纾困计划呢实施以后，需要赚到钱才能补上财政赤字，否则呢这经济就麻烦了。那么从哪儿能赚到钱呢？这当然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中国、欧盟、东北亚、东南亚都是美国的优先地区。好了，当经济这一最重要的选项摆在拜登政府的桌面上的时候，他该知道呢如何面对中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我想呢，这个中美官员呢在阿拉斯加会晤以后，我们呢会得到一些有关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线索。我个人呢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非敌非友，有些事情上呢恐怕呀是不得不合作。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即将在下周登场。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多次表态，美国将联合盟友力量对华搞对抗。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将如何走？面对美国结盟策略，欧洲又会如何回应？就此，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斯义接受了深圳卫视记者的专访。It remains to be seen exactly w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do. On the one hand, it's making some noises which are good. It stopped the most extreme of the Trump's policies, such as leaving the Paris climate change accords. It's returned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n't lifted the protectionist measur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uch as the tariffs against China. So it's not yet completely clear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o. 英国学者罗斯义曾任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的经济顾问、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等职，研究中国经济30多年的他，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他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指出，美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纠正特朗普时期非理性的对华打压政策。尽管拜登上台还不到2个月，其外交战略和布局仍处于制定过程中，但从近期的表现看，比如在对华为的问题上，拜登政府依然延续了特朗普的老路数。Do you think the U.S. has established a clear policy towards China? It's not clear exactly what it's going to do. Let's look at the facts. The actions taken against Huawei are completely discriminatory. They're going to put up 5G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ean 5G is going to be delivered later. Unfortunately,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intent upon attempting to cut Huawei out of 5G networks in my own country, in Britain, also in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like that. I mean, the world, instead of all this stuff about extreme competition, the world at the present time faces very serious challenges. It faces the serious challenge of COVID. This is the most immediate and urgent question which confronts the world. It then faces the question of recovery from the economic recession, which is caused by COVID, which is the worst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It then faces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In all of thes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be vital in solving these. It would be very helpful if it stopped this very confrontational rhetoric. 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来还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敏感问题上动作不断。对此，罗斯义分析认为，这是西方的惯用手法。They are blowing these issues out of proportion. The normal way
that of distortion that occurs is not what's called fake news. That's inventing facts. Xinjiang is an invention by the West. There is no genocide in Xinjiang. This is completely ridiculous lie. This is typical of the United States, unfortunately. The most serious of these issues is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It's only been made an immediate crisis because the US succeeds in carrying out very provocative actions, such as, for example, the so-call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alled Taipei government was invited to Biden's inaugur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is a very provocative action. The arms sale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aiwan are provocative. But most of the world is not really greatly concerned with these provocative a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在香港问题上，罗斯毅认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爱国者治港是必要且急迫的。而放眼世界其他国家，所有公务员也都必须宣誓效忠。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应该是个例外。因此，西方不过是打着人权的幌子进行无端指责。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is an attempt by the West to deny two things. Firstly, it's to deny the agreement which existed between Britain and Hong Kong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when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This was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would be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What some people in the West are attempting to do, and what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attempting to do, is to suppress this by ignoring the one country. They want to say there's two systems. They ignore the fact there is one country. That is therefore a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Britain. And secondly, it'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realities of Hong Kong as a position as a city within China. So it's completely false from beginning to end. 外界注意到，在一系列涉华议题上，英国紧跟美国的脚步，导致中英关系日趋紧张。罗斯毅对此表示，中英关系已不复5年前的黄金时代，英国目前的对华态度更多的还是在看美国眼色。So really, Britain's policy towards China is now determined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It's determined in Washington. It's not determined in London. If Washington continues to pursue an anti-China policy, then Britain, I'm afraid,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an anti-China policy.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become more reasonable with China, then Britain will become more reasonable with China. What Britain should do is pursue the same policy as the European Union to do economic business with China. This is mutually beneficial. 周五，“14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正式发布。罗斯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在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仍然与多国签署了双边及多边自贸协定，继续引领全球化步伐，并坚定捍卫多边主义，非常来之不易。So in the past year, we can see that China has involved more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So in your opinion, after the 2 sessions this year, how China can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 course, moved the US very sharply towards protectionism. And you had a situation, therefore, whereby China was the main engine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world with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Obviously,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wanted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globalization, which is what happened in RCEP. The European Union wanted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globalization, as was shown in the investment treaty, shows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a big majority, 80% of the world's economy wants to get on with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is the largest economy going down that route. If anybody sensible hope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return to a more sensible and balanced policy, but we wait and see, because you have to see actions, not just simply words. 大陆此前暂停台湾菠萝输入，明明只是正常的、科学合理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但民进党当局呢偏要说成政治打压。尴尬的是，日前日本又有一批来自台湾的香蕉被查出农药残留超标6倍多，迅速被全部下架销毁，坐实了台湾水果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但民进党当局此时却低调应对，不敢对日本的做法说三道四，而这种双标做法也体现在了他们对小三通的态度上。
民进党当局自去年2月10号起单方面暂停小三通，现在又单方面宣布想要恢复。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周六宣称，两岸小三通到今年满20年，只要疫情可控，不但要紧速恢复小三通正常通航，更要推出高品质升级版服务。所谓小三通是指2001年金门、马祖、澎湖与大陆沿海的客运直航。台媒报道称，两岸小三通开放20年来，让金门、厦门的民众来往频繁，并形成紧密生活圈。据统计，2019年往返小三通的人次近196万，但过去1年间受疫情影响，大陆人民经由小三通前往金门的数据已趋近于0，使金门经济大受影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在去年12月表示，从2020年2月以来，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处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有疫情因素影响，更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近期陆委会有抛出要去推动两岸小三通的这样一种声音，那么也就是当前蔡英文当局它这个两岸政策和人事调整的这样一个脉动的一个延续。民进党当局讲的这种更有成效，无非就是更有利于他的这样一个台独路线的执政。最近台湾地区菠萝事件未平，香蕉事件又起。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和农业部门负责人陈吉仲近日都在社交平台声称，台湾向日本提供水果的良好农业规范2020 Plus 获得日本认可，声称是继2020年香蕉通过东京奥组委认可后的再次成功。没想到打脸来得竟如此之快，日本食品公司西本贸易10号在官网公告回收台湾产香蕉，原因是检出杀菌剂百克敏 0.12 ppm， 标准为上限值的6倍。岛内毒物科医师严宗海医师就提醒民众，百克敏是一种杀菌剂，其毒性虽然低，不会致癌，但摄取过多仍会造成恶心、腹痛等肠胃不适症状。香蕉的农药虽然大多集中在外皮上，但农药可能残留在手上，若没洗手又吃其他东西，可能将农药吃下肚。其建议带皮水果如橘子、香蕉等，最好还是洗过外皮再吃，减少农药残留。经查证，是少数的外销业者直接拿这样的一个香蕉来出口到日本。虽然台湾方面回应称这是个案，仅为一批货中单一柜有问题，约750箱，不影响台湾香蕉输入日本，但同类事件并非头一遭。2019年台湾出口日本的香蕉就曾被检出百克敏超标。就此，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台湾农业部门遇到问题，总不思改进措施，此次事件也是后知后觉，且大言不惭，指仅为个案问题。而此次香蕉被检出农药超标后，日方是否会再度启动加强香蕉检查比率，是否导致台湾水果前往东京奥运之路受阻，后续也需观察。这一波是检出了其中有一些农药的超标和残留，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大量的这样一个出口之中，那么还有可能很多产品它也存在残留而没有被检出。那我们又知道日本政府对于食品的安全是非常重视的，日本政府一旦发现了这样一个苗头，那么未来势必会去加大对于台湾输入日本的农产品，包括香蕉，进行一个更大力度这样一个检测。那么出现问题，那么也会是一个更大概率的事件。提到自己的香蕉被日本检出杀菌剂超标，整批遭到下架销毁，台湾旗山蕉农低调不愿多谈。我有代志，有其他事情我不爱提。台湾外销业者私底下表示，应该是被隔壁菜园喷洒农药时飘过来导致污染了。在附近的林园的话，那也会有影响。据了解，杀菌剂皮唑迷菌酯是专门防治香蕉上会出现的黑点、炭疽病和香蕉内部黑化的黑心病，一般蔬菜也会使用。但代表台湾的香蕉在日本被检出不合格，让其蕉农担心会影响旗山香蕉的名声。用药的跟产区的这个制度，可能就必须要深思了。那1年多报一次，这个我们就很难做。自日前菠萝登陆遇阻后，蔡英文及其副手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各路政客轮番上阵，一面鼓噪渲染大陆打压，一面卖力表演吃菠萝救台湾，捍卫所谓自由菠萝。民进党当局将事情政治化操弄，大张旗鼓整出一场菠萝闹剧，成为岛内一道奇景。
实际上，从日本检出台湾香蕉农药超标，以及台湾菠萝被大陆暂停输入可以看出，台湾水果问题频出，根本原因还是出在源头。对于有民进党官员对外宣称，过去4个月台湾菠萝出口合格率达到99.7%，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直接打脸这种说法。他表示，台湾菠萝出口大陆时捡到介壳虫是在去年就已经发生且通知台湾，而台湾通常要熏蒸后放行，就是用溴化甲烷把介壳虫杀死，但去年大陆通知不再熏蒸，因此不合格的菠萝不是销毁就是退运。谢龙介指出，官员所说的台湾菠萝出口大陆有99.7%合格率，实情是菠萝在厦门通关，一个20货柜装700箱，大约7吨，会提供6箱供检疫。若检疫到介壳虫，结果就是销毁或退运。商家大部分选择退运，因为还可以回到台湾卖，而退运不列入合格率的计算，这就是所谓99.79%合格率的真相。台湾前媒体人、水果政治学一书作者焦军指出，早在2019年年初，他曾就两岸水果贸易问题撰文，称台湾销路菠萝的品质管控越来越差，若台湾的出口商再不好好管控品质，将会影响到销路。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认为，台湾的水果离开大陆将很难生存。首先，农产品是生鲜品，拓展远方市场既要低温又要迅速，因而成本大增，竞争力剧减。其次，台湾属亚热带，病虫害多，各国检疫标准日益严苛，若非大规模种植，统一处理，将动辄得救。但台湾都是小农经营，农民栽种，出货各行其事，不遵照标准作业流程，检疫容易出包。其三，台湾已是富裕经济体，工资高、土地贵、规模小，蔬果生产成本高，加上台湾未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主要水果进口国家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要承担较高关税，台湾水果越来越难在国际上竞争。民进党当局对于这样一个全民去吃凤梨的这样一个补救手法，在我看来是一种义和团式的、非常无厘头的民粹主义的做法。因为它完全不符合经济的规律。我们知道，一旦这种经贸的这种外销出现了问题，那么最核心的关键是要去打开销路，而不是由本地的业者和本地的市场去消化这些农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借用当年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他在竞选时那句名言，去劝诫民进党政府，去劝诫民进党当局，就是笨蛋，问题在于两岸。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台湾一批输日香蕉被检测出农药超标，被日本方面强制下架。结合前段时间的凤梨风波，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是的，美西，所谓的凤梨风波在先，香蕉风波在后，这一先一后，让我们看到了蔡英文当局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同样是进出口检疫环节被查出问题，怎么大陆暂停台湾菠萝输入就是政治打压？他们要立即抗议呢？日本下架台湾香蕉就是技术问题，马上检讨了呢？这分明就是窝里横嘛！蔡英文当局这副反差嘴脸，归根结底折射出的他们内心深处的这个终极拷问：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民进党当局看来啊，殖民统治台湾半个世纪的日本是朋友，西方两岸携手走向民族复兴的大陆是敌人。这就不难理解，为啥民进党之下的这个台湾方面陆委会会不思为两岸民间交流谋福祉，却一直在搞毒化两岸关系的政治喊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本月初回应凤梨风波时啊，他就已经陈明，大陆暂停台湾地区这个菠萝输入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是完全合理必要的。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反应却是反科学、反伦理的。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在蔡英文当局的操弄下，口罩、疫苗、水果、返乡机票，一切皆可政治化。此外，对岸还有一种流氓逻辑值得批判，那就是大陆有台会台是天经地义，中途若有个闪失，便是所谓的北京的政治打压。实际上，大陆释出的会台政策聚焦的是广大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是基于两岸同属一中的骨肉天亲同支联。如果民进党当局将大陆释出的善意进行妖魔化，将大陆让渡给台湾同胞的利益窃为己有，那么大陆当然会重新考虑。另一方面呢，有台媒留意到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只字未提和平统一，以此来揣测大陆将倾向于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您对此如何看？是的，在我看来，有些台湾媒体啊，一直致力于用狗仔队思维去揣摩北京的大政方针，以抠字眼的方法去夜观天象，
却对民进党执政当局在两岸问题上一系列不及格的表现选择性无视。事实上，台媒只知道抠字眼，不顾台海大环境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和平统一字眼，但他在两会闭幕当日的这个总理记者会上回答台湾媒体提问时，却依然谈到了我们坚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但他的下一句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也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平统一是我们的美好愿望，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血浓于水，但我们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挟洋自重、隐性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反分裂国家法第5条写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也同样写明，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请注意这句话，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带有催促性质的倒计时条款，它展现出的意志非常明确，那就是台湾执政当局千万不要以为统一的问题能够一直永远的拖下去。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